你好，昨天我们讨论了人到底是不是理性的问题，我们的回答是人理性和不理性跟经济学没关系，经济学关心的不是人理性不理性的问题，而是人们怎么样才能存活下来的问题，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人比较容易存活，什么样的行为比较容易存活。这样呢，经济学就找到了一个稳固的基础，它跟人具体是理性的还是不理性的没关系。今天我们讨论另外一个问题，是人到底是自私的还是不自私的？你怎么看？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么一种说法？他说，经济学是建立在人是自私的前提下面的，但实际上呢，人经常又是不自私的，所以经济学不一定对。当人是自私的时候，经济理论说对了，但是当人是不自私的时候呢，经济理论就错了。还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人呢，有时候是可以自私自利的，但人也要讲道德，特别是商人，一方面他在商场上要拼搏要厮杀，但是同时商人的血管里面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很多人说亚当·斯密也是《国富论》的作者，他一方面主张人是自私的，自私本身能够推动社会的进步。亚当·斯密的名言我们都记得，他说每一个人他自己不需要关心社会的福利，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去推动社会的福利，他只需要关心他自己，追求他自己的福利就可以了。但是呢，他在追求自己的福利的过程中呢，就会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让他的努力呢转变为对公共事业的推动。所以呢，这只看不见的手呢，就会让他的自私自利呢推动了社会的福利的改进，所以人不需要关心别人。但是人们还同时会指出，其实亚当·斯密还写过另外一本著作，叫做《道德情操论》。这本《道德情操论》，你看标题就知道，他讲人应该有道德，所以人呢应该有两面性，一方面是自私的，但另外一方面也要讲道德。到底亚当·斯密的看法是不是这样自我对立的呢？有时候要自私，有时候要讲道德，什么时候自私，什么时候讲道德啊？我们来看看亚当·斯密到底是怎么说的。首先亚当·斯密是先发表了《道德情操论》，隔了17年才发表《国富论》。《道德情操论》是亚当·斯密整个理论框架的一个总和，一个总的体现，《国富论》是当中的一部分。当然，后来这17年后发表的这个《国富论》篇幅要比《道德情操论》更长，也更出名，这是后话。那么到底人是不是自私的呢？亚当·斯密是怎么回答的呢？亚当·斯密首先说，人是自私的，那些完全不自私的人，连自己都不爱的人，自暴自弃的人，这种人在社会上是不受尊重的。但亚当·斯密紧接着说，人不仅仅是自私的，他们同时也具有同情心，也就是有设身处地的一种能力。他把他认为的别人幸不幸福当作自己幸不幸福的一部分。你幸福，我幸福；你痛苦，我也感到痛苦。这是一种天生的能力，这叫同情心，人人都有的。当然，今天我们知道，并不是每一个人的同情心都一样的强，有些人强一点，有些人弱一点，正常人强一点，自闭症患者可能弱一点，女人强一点，男人可能弱一点。但不管怎么样，人是能够同情的，有同情心，也就是有爱心，也就是有爱的能力。这是亚当·斯密说的第二句话，人是自私的，但人有同情心，这两句话。紧接着亚当·斯密说的第三句话是说，人的同情心是随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的拉远而急速下降的。我们自己看看我们自己手机里面的通讯录，里面有多少人呢？微信里面的联系人有多少啊？几十人是至少的，很多人有几百人，甚至上千人。那我问你，这几百人、上千人的朋友里面，有多少人是真正爱你的？有多少个是你拿起电话来，对方就放下手上所有的东西听你倾诉的？有多少人是说我要借钱，我要有帮助，对方就不顾一切、不顾成本的去帮你的？有20个吗？有10个吗？有5个吗？很少的。这是说我们只能爱很少的人，爱心是不能扩展到很大的范围里面去的。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面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他说，我们假设伦敦有一位非常得体的绅士，这位绅士听说啊，远在东方中国发生了一场地震，这场地震让中国人全死了。这个消息传到伦敦，传到了这位得体的绅士的耳边。这个得体的绅士会做什么？你猜他会做什么？听说全中国人都因为地震死了，他会怎么做？他会首先拿出地图来，查一下中国离伦敦有多远，先看看这场地震会不会波及到伦敦。啊，一看半个地球呢，很远，伦敦是安全的。然后他会做什么？他会哀悼一下死难的中国人，他会到微博上面发一个蜡烛，慨叹一下人的脆弱，大自然的强大。然后他在干什么？该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他会回到自己的生活，关心自己的起居饮食。这时候如果他自己的手指头被刀割了一下，这件事情的重要性那就远远比发生在中国的事情更重要了。你要注意，这是一个得体的英国绅士，他的爱心也就这么一点，这是一个正常人的应有的反应，也就这样了。所以亚当·斯密就非常睿智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说啊，我们的一生，花一辈子的时间，都很难赢得和维持几个人对我们的友情和爱情，但我们无时不刻需要成千上万人的帮助。我们看看自己吃的、穿的、住的，有多少人涉及其中，有多少人在帮助我们，但他们都不爱我们，他们都不认识我们，这怎么办？这么大的一个空隙怎么填补？答案就是，那是市场。市场是一个陌生人跟陌生人之间打交道的地方，是一个陌生人服务陌生人的地方。所以这是一种二分法。人他是自私的，他有同情心，他能够爱，但是爱是非常有限的，随着人与人的距离的拉开，爱就会下降。我们不能靠爱，爱是不够的，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市场。市场是陌生人和陌生人打交道的地方。所以亚当·斯密有另外一句名言，就是我们每天之所以能够吃上晚饭，不是因为面包师，不是因为屠夫，不是因为酿酒商，他们爱我们，他们的慈善，而是因为他们要自私自利，他们要追求他们的利益。每当我们跟他们做生意的时候，我们不说我们自己需要什么，而是说他们需要什么。我跟同学上课的时候，我总是跟同学说，你们为什么应该学点经济学？经济学为什么对你们会有帮助？而我从来不会告诉同学们，我家里还缺钱要买一个洗衣机，要买一个微波炉。商业才是最大的慈善。所以我们看到的这是一个连续的光谱。人自私的，他有爱心，爱的人很少，爱心不能扩张，于是我们要一个陌生人跟陌生人打交道的平台，那叫市场。我们不会把那些陌生人跟陌生人打交道的规则用到我们的小圈子里面去，我们不会把市场的规则用到家庭里面去，用到我们的朋友圈里面去。但同样，我们也不会把我们家庭里面的要求，我们家庭里面的标准用来要求社会上其他的陌生人。这个二分法非常重要。也正是由于亚当·斯密看清楚了人性的这种两面性，也看清楚了我们对付这种两面性的基本的方法。也就是说，在小圈子里面，我们讲的是爱心；在大圈子里面，在陌生人的范围里面，我们讲的是规则。也正是这样，他替市场经济找到了他坚实的基础。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把亚当·斯密看作是市场经济之父。